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。你要是最近去逛超市啊，或者路过街边的水果摊，肯定能发现的特别明显的现象，就是现在这蓝莓简直太多了，各种各样的包装都有。冷冻柜里的蓝莓，有时候居然比新鲜的还要抢手，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。而且你仔细观察的话，买蓝莓的时候，尤其是老一辈人去挑，总爱挑那个头特别大的。大家都觉得这东西肯定是越大越甜，觉得个头大就代表着营养成分更高，买着更划算，这就很离谱了。咱今天得好好说道，因为事实情况可能跟你的直觉完全相反。你敢信吗？冻过之后的蓝莓，它里头的营养吸收率反而会更高。而且更颠覆认知的是，个头越小的蓝莓，它蕴含的核心营养居然越足。还有个更绝的事情，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蓝色的水果。蓝莓这小东西，竟然是利用了一个极其高明的光学障眼法，把咱们全人类都给骗了。最近咱经常看到路边摊和各大生鲜店全都在堆着卖蓝莓，其实以前这玩意儿可不怎么常见啊，算是个稀罕物。现在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呢？主要就是因为这几年大家的生活水平上来了，全都在疯狂追求养生。不管是网上的科普文章，还是电视上的健康节目，都在铺天盖地地宣传蓝莓的保健功效。有的专家说它对视力特别好，有的说它能保护心血管，还有的说它能抗癌和抗衰老，硬生生把它捧上了神坛，给贴上了一个超级食物的标签。但是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蓝莓真有大家传的那么神吗？今天咱就彻底爬一爬蓝莓的老底，看看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有观众可能会奇怪，这蓝莓到底是个啥东西呢？从严谨的植物学分类上来讲啊，蓝莓它根本不是单指某一种特定的水果，它其实是杜鹃花科越菊属下面10几个不同物种的一个大统称。咱平时在生鲜超市里花大价钱买回家的那种，长得又大又饱满，表面还有一层白霜的，基本上全都是人工大规模栽培的品种，学名叫高丛蓝莓。这东西的老家在遥远的北美洲，一棵灌木能长到快2米多高。不过你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可能也听过野生蓝莓这个名号，那价格可是死贵的。这就很意外了是吧？现在农业种植技术这么发达，大棚里要啥有啥，怎么还有人费时费力去深山老林里摘野果子呢？其实是这么回事，在欧洲那边啊，有一种叫黑果越菊的植物，植株长得特别矮小，但是产量极大，这算是野生蓝莓的一种。另外在咱们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也有类似的野生品种，当地人叫它笃丝越菊。不过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也最贵的，往往是北美那边出产的矮丛蓝莓。好多精明的商家喜欢管它们叫半野生蓝莓。这半野生到底是个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果农虽然平时不怎么去管这些灌木丛，由着它们在野外疯长，但是在开花结果的关键时期，也会偷偷去施点肥，或者在林子里放个蜂箱，帮着这些野花传粉啥的。不过等到了采摘的季节，那就没法用大型机械了，全得靠人工拿着特制的大耙子，在荒郊野外一耙子一耙子的往下搂。这人工成本可就高得吓人了，所以它在超市里能卖那么贵，确实也是有成本在那摆着的。那么既然这野生蓝莓卖的比肉都贵，为啥还有那么多人排着队抢着买呢？这就得说说蓝莓传说中的那个超能力了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到二战时期的一个惊天大骗局。话说当年战火连天的时候，英国空军在背地里偷偷发明了雷达技术。靠着这个遥遥领先的黑科技，英国飞行员在夜里打德国的轰炸机，简直就是1打1个准，战果极其辉煌。但是英国人贼啊，他们心里非常清楚，绝对不能让德国人发现雷达的秘密。于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就故意放了个烟雾弹，编造了一个极其离谱的瞎话。他们通过报纸和广播到处宣传，说咱们大英帝国的飞行员啊，之所以在黑夜里视力这么好，全是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吃大量的蓝莓果酱，说吃蓝莓能让眼睛倍儿亮，夜视能力直接拉满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德国当时信没信不知道，反正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全世界的老百姓是彻彻底底的信了。从那以后，吃蓝莓能明目保眼睛的说法
就跟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千家万户。后来各国的营养学家们一看这阵势，赶紧跟进去做研究，看看这蓝莓到底有啥魔力。结果拿到显微镜下一分析，发现这蓝莓里头啊，其实常规的营养素也就那么回事，什么维生素 C 啦，什么矿物质啦，真没啥特别稀奇的。你要单比这些指标，比蓝莓强的水果在菜市场里一抓一大把，它顶多算个中等偏上的水平。但唯独有个东西的含量特别抢眼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花青素。这花青素可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被公认是一种极其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。蓝莓那些传得神乎其神的延缓衰老、预防疾病的功效，基本上全都是靠着花青素在背后撑场面。这时候咱再回过头来看看，为什么刚才我劝大家买蓝莓的时候，千万别专挑那个头特别大的买。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蓝莓里的花青素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最外边的那层果皮里。你仔细琢磨琢磨，同样是1斤重量的蓝莓，如果个头越小，那1斤里的颗数就越多，果皮的总面积加起来不就越大吗？果皮面积大了，花青素的总含量自然也就蹭蹭往上涨了。现在有些果园为了迎合市场，培育出的新品种跟车厘子一样大，皮薄肉厚汁水多，吃起来确实非常爽口，但你要是纯粹冲着补充花青素去花这冤枉钱，那就纯属是交智商税了。一般买那种直径1厘米半左右，不大不小的，它的风味和性价比才是最完美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开头咱还抛出了一个关于冷冻蓝莓的疑问。平时咱老百姓买蔬菜买水果，图的就是一口新鲜，怎么到了蓝莓这儿，冷冻过的反而更吃香了呢？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因为蓝莓果皮的细胞壁长得特别厚实坚韧，花青素全都被死死地锁在细胞里面了，就算嚼碎了，人体的肠胃也很难把它们完全吸收掉。但是你只要把新鲜蓝莓放进冷冻室，神奇的物理变化就发生了，细胞里面的水分会结成极其锋利的冰晶，这些冰晶会像无数把隐形的小刀一样，直接把坚硬的细胞壁给彻底扎破。等你拿出来解冻，准备吃的时候，里面的花青素就失去了束缚，哗哗地往外流。这时候你再吃下去，肠胃的吸收率直接就能翻个好几倍。所以买冷冻蓝莓吃，真不是什么穷酸的智商税，反而是一种非常懂行的吃法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花青素真有必要让咱们天天花大价钱去补吗？其实咱摸着良心说，真没那个必要。你到菜市场溜达一圈去看看，什么紫甘蓝啊、紫皮洋葱啊、桑葚啊，甚至咱们平时吃的紫米和黑豆里头，全都是满满当当的花青素，特别是那种2-3块钱就能买1大斤的紫薯，那花青素的含量甚至比金贵的蓝莓还要高出好几倍。这性价比谁高谁低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？所以啊，我给大家的建议非常接地气，咱买蓝莓吃，就单纯冲着它那股酸酸甜甜的独特风味去就行了。觉得好吃你就多买点，别去迷信什么吃了就能长生不老的神奇功效。好吃才是王道，至于补充营养啥的，那全都是满足口腹之欲时顺带手的事儿。接着咱再往下深挖一步，聊一个绝对能让你在朋友面前吹牛的硬核冷知识。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一个问题，放眼整个大自然界，你几乎找不出几种真正是蓝色的蔬菜和水果，为什么偏偏这小小的蓝莓就能一身瓦蓝瓦蓝的呢？其实啊，这又是蓝莓给咱们全人类布下的一个惊天骗局，它果肉和果皮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蓝色的色素。你要是用力把它外头那层白霜给蹭掉，你就会发现它真实的颜色其实是深紫色，甚至是发黑的。那这诱人的蓝色到底是哪来的呢？秘密就藏在它表面那层经常被误认为是农药残留的蜡质果粉里。这层不起眼的白霜，如果你把它放在高倍显微镜下面观察，就会发现它有着极其复杂而且精妙绝伦的微观立体结构。当阳光照射到这些微小结构上的时候，别的光线都被吸收了，唯独蓝色的光线被完美的散射了出来。这在高级的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结构色。就像孔雀的羽毛和闪闪发光的蝴蝶翅膀一样，全都是靠结构骗人的。其实作为一种聪明的植物，它想要变蓝，本来是有个更简单粗暴的办法的。花青素这玩意儿天生就是个极其灵敏的酸碱指示剂，它遇到酸性环境就会变成红色，
遇到碱性环境立马就会变成蓝色。比如说咱老百姓最常见的牵牛花，它就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的花瓣弄成了碱性，所以开出来的花就是非常标准的瓦蓝色。那蓝莓果皮里本来就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它为啥不偷偷省点事，直接把自己果肉的汁液搞成碱性呢？这就非常有意思了，因为它是要结成果实的。水果这东西要是变成了碱性，那味道就会变得又苦又涩，简直难以下咽。连山里最恶的野鸟和小动物都不愿意吃它，那它的种子可就永远也传不出去了。而且更致命的是，如果没有天然的酸性环境来抑制细菌的疯狂生长，这果实挂在枝头上没2天就得彻底腐烂掉。所以蓝莓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生存难题，它既想要拥有一身独特的蓝色外套来吸引眼球，又必须在骨子里保持酸性来防止腐烂变质。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，它才憋出了这么个两全其美的绝招，在衣服外面套上了一层神奇的光学迷彩。这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智慧啊！你看蓝莓这植物，不仅果实神奇，连开出来的花都跟别人不一样。它开的那种小白花，就像一个个倒挂着的精致小铃铛，辨识度极高。等花谢了结出果实之后，果实底部还会保留着一圈残存的花萼，刚好凑成了一个标准的五角星形状。所以在北美洲那片广袤的原产地上，古老的印第安原住民一直非常虔诚地把它叫做星辰莓果。他们不仅每天去采摘当水果充饥，还会把它熬成药汤来治病救人。这种神圣的传统至少延续了好几千年。那既然这东西对人类这么有用，怎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没有人去大规模人工种植它呢？就很意外了是吧？直到大约100年前的1910年代，大家才终于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因为蓝莓这娇贵的小东西，它对生长环境简直挑剔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它只能在酸性极强的特殊土壤里才能存活， pH 值必须严格控制在 4.0 到 5.5 之间。以前那些不懂行的农民乱挖乱种，直接移植到普通农田里，最后肯定全都死翘翘了。直到后来，一位聪明的植物学家和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果农强强联手，在荒芜的松林泥炭地里找到了那种完美的酸性土壤。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这才终于开启了现代蓝莓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之路。如今随着种植技术越来越发达，这高高在上的蓝莓也变得接地气了。其实咱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上也能轻松种出蓝莓来，只需要去花鸟市场弄点专用的酸性土，找个透气的大花盆栽进去。蓝莓这植物极其抗冻耐燥，冬天哪怕外面零下10度都冻不死它。你平时就当个好看的绿植养着，到了夏天结果的时候，还能真正实现令人羡慕的蓝莓自由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自己亲手浇水施肥种出来的果子，吃在嘴里那感觉绝对比花钱买的还要甜上10倍。大家如果平时没事，真可以去网上搜搜那些简单的种植教程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平时能多吃点健康的水果，总归是极好的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今天这顿闲聊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在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，身体健健康康，生活甜甜蜜蜜，在这个夏天能吃到更多便宜又好吃的新鲜水果。最后必须要真诚地感谢一下频道的各位会员朋友们，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不遗余力的支持，咱这个小小的频道才能一直坚持走到今天。大家要是觉得今天听的还算过瘾，学到了点新奇的知识，千万别忘了动动发财的小手给点个赞，顺便点个订阅支持一下。咱们下一期节目再接着唠，拜拜。